谈恋爱最轻松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找回初心。找回初心不是说我曾经为什么出发，而是我曾经是怎么做这件事情的。执念也好，不甘心也好，并不是因为缺爱造成的，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想要抓住两样东西。第一个，你想抓住的是你向往的美好的生活。如果你缺少创造快乐的能力，你就会形成情感当中的执念。执念是怎么形成的？首先，其实很多人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，什么东西能够让自己快乐。它这个板块是模糊的，就好比你自己是一张白纸，你是想要让这一张白纸变成彩色的，但你不知道应该在上面画一些什么。当你遇见了一个喜欢自己的人，他走进了你的生活，一开始他给了你热烈的爱，热烈的关心，带着你一起体验了一些事情，让你这张白纸有了很多的颜色，很多的图案。在这一刻，你的幸福，你的开心被具象化了。比如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吃完饭散步很幸福很美好，他给了你一些浪漫，给了你一些仪式感，你觉得很美好，所以你会产生更多的憧憬，更多的画面。比如两个人一起在家看电影，比如两个人一起出去旅游，等等等等，你就会有一种幸福是握在自己手里面的感觉。你开始知道你要在这一张纸上面要画什么了，突然它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，对你也没有那么上心，没有那么关心了。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发现了你们之间的不合适，甚至他做了一些伤害你的事情，你忍不住的会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。而这种失落感不是源自于你对这个人很失望，他不爱你而失望，而真正让你接受不了的是你自己对幸福的掌控力变弱了。你觉得幸福你握不住了，你期待的，你憧憬的这些美好的画面，这种感觉它要消散了，所以就会投射到他身上，你就会想要死死的去抓住他，放不下。因为他的出现激活了你脑子里对幸福对美好的期待，他让你清晰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男人也好还是女人也好，他们在感情当中很清醒，拿得起放得下，很洒脱，不是因为他们冷血理性，而是因为他们想清楚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张白纸上面应该画什么，自己一直都在画，画笔是握在自己手里面的。所以他们这些人的心态就是你可以加入我，但你不能制定我要的方向，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支点，就是我能让我自己快乐。知道任何人都是陪自己走一段路，他们是靠自己托举自己，自己去创造自己想要的，他们的力量是自我觉察后内求的，就不会对外界的给予产生依赖，变成执念。所以当你对某一个人产生执念的时候，停下来想一想，曾经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是怎么让自己开心快乐幸福的，我在做什么来满足我自己，让主体回归到自己身上，不再做别人的客体。第二个我们想要抓住的其实是曾经那一个美好的自己，这个会形成不甘心。其实所谓的高开低走，就是接受不了现在的自己不如以前的自己帅。以前我可能对他是无所谓的心态，可能以前有自己的工作在忙，有自己的生活，我是乐观的，我是积极的，我是正能量的，我觉得我是爱我自己的，我的生命是朝一个向上的状态在成长的。但是跟他在一起之后，开始逐渐的关注他，开始慢慢的去减少自己的生活，不再健身，不再好好工作，不再社交，不断的在给自己生活做减法，从一个阳光乐观积极的人变得开始患得患失，猜忌怀疑，没有安全感，整个生命状态是向下的。所以你就会开始迷失自己，混沌迷茫无助，你就只能把它当成救命稻草，你跟你自己越来越远，你就只想死死的抓住他，希望他像以前一样的关心你，继续给你热烈的爱。但往往我们会忽略一个点，但是现实是不会，因为你跟以前的你不同了，所以你再怎么去求你都得不到，越得不到你就越痛苦，越痛苦你就越不甘心。所以我们想要去破除这种不甘心，让自己的内心平静，我们就得去复盘，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来托举自己。好好想想，你在跟他刚刚认识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是怎样的？是无所谓的。你为什么可以做到无所谓的心态？因为你在认认真真工作，而不是在期待他的消息。因为你还会跟闺蜜一起吃饭逛街，获得快乐。因为你还会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你还在练瑜伽，还在读书，还在练琴，还在干各种各样的事情。
你的生活有太多太多的支点，而现在的你让自己的支点逐渐减少，所以你托举不了自己了。所以想让自己在感情当中你能够轻松，能够让自己没有这种不甘心，其实就是让我自己一直都保持，一直都在重复的去做着我正能量时候那个状态之下做的那些事情。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加法，可以用一些更利于自己生命状态的事情来替代，但一定不能因为进入一段关系，进入一段感情，而让自己原本支撑自己生命状态的那些事情变少。